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到诺曼的发型频道。那我们今天是烫发急诊室单元。如何帮短发做烫发而不会老气？这是很多人做询问的。一般你短发在留长的过渡期啊，都会容易乱翘，发型不好整理。那你又想留长又不想剪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选择去做烫发。但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烫完会变得很老气，卷度看起来就是很臃肿的感觉。那今天诺曼来分享就是如何烫发看起来是好看的，而且是非常时髦的。那在教学影片开始之前，如果还没订阅这个频道，先订阅这个频道。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Let's go。好，这是我们今天烫发的模特。那它的两侧呢，发尾内层这一段是有漂过的，但是因为我们长度要烫发关系啊，没有要整个剪掉，所以啊，我们这一段的上药水必须很注意。那我们今天呢，烫发主要就是让头发更好的整理嘛。然后它顶部区这边很容易塌，所以我帮它做一个现在最新的韩式发根烫，然后这边蓬度再立体一点。那整个的卷度啊，大家如果短发想要留长，过渡期不好整理，然后记得要烫的话，有一个重点就是顶部区上面这一层是我们整个视觉的弯度。那内层这里啊，如果你要烫，不要像一般我们在卷子这样直接卷进去，这样会变很大很厚。我们这边上卷的方式啊，烫的方式就会让它这边是直顺下来，然后发尾有一点外翘的那种外翻卷，这种外翻起来的型。然后呢，顶部区我们再做直立的往后卷。这样的话，它组合起来的层次效果啊，包含发型都会看起来是比较自然，而且你只要吹干就好的造型。那等一下我会先帮它冲水，冲水完判断一下发质，我们再来上药水，再教大家如何上卷跟烫发。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Let's go。好，那现在他头发已经洗完了，基本上要判断头发一定要先洗过，因为洗过的头发它碰到水会还原，你才真的知道他头发的状况。那如何测试发质呢？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拿一支梳子，那从上面先这样梳下来，它从哪里开始梳不动，那一段就是最受损的位置。你现在从上面这样梳下来，发中这一段已经卡住了，所以它这里下面的就是受损发。顶部这边我们可以用一般发的药水，所以以下这里我们就用受损发的药水去做，这是最简单的判断。然后再来啊，我们会遇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它这种漂过的头发，它发尾这里有漂过，对不对？看这种很金、很浅金的这种头发。这种漂过的呢，如果你拿受损的药水去上，它很容易爆掉或者是毛掉。所以啊，像这一种呢，我们会另外做处理。怎么处理呢？第一个，我们会用降碱的 HP 先做降碱，然后再来啊，这一段的上药呢，我们就不会用 TG 的上药，我们用 CA 的上药。所以其实药水分类有蛮多种的。你像我们有专门针对这种漂发，但是它还有弹性的头发去做烫的处理。但是如果一般漂发，我还是不建议烫发，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些药水，你是没办法烫，而且会得到更差的效果。好，那我们接下来等一下呢，我们该怎么处理？我们顶部区这里上面这一段发根这一段，因为我要烫蓬，所以顶部区我会用健康发的药水去处理。发尾我会用受损发的药水去处理。那漂过了这一节，因为我们要烫一个外翘，所以这里呢，我们会有针对漂发的药水去做处理。所以啊，以上的配方我附在旁边这里给大家看。想要了解更细节的话，可以到 IG 私讯我。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上药水。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先帮他处理的就是发根烫。我要先把它这边做发根的软化。那我的药水调配呢，我是用膏状加水状的比例下去调配，是2:1的调配方式。那因为如果单纯用水状啊，它很容易滴下来，所以我加了一点膏状，它会比较粘稠，那软化效果也会比较好。然后顶部区软化完之后啊，我再软化我下面要烫的卷度。那我们就开始操作发根的部分。好，那它顶部啊非常的容易塌，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平的。它的头角在两侧这边，所以我们在抓的时候啊，往头角内一指去抓它的宽度，你就可以很快的去抓到说我们要让它哪边变蓬，哪边变立体。好，顶部区这一条线呢，就是我们抓的顶部区要蓬的位置，这一块呢就会去支撑它整个头顶的一个菱形线。好，那我们现在顶部区这边已经上完发根卷了。那发根卷最主要用意做出来啊，它就会像我这种吹干蓬度这样的效果。那它两侧呢，内层这里有比较受损的漂过的头发，跟顶部区这里一般受损的头发。所以我今天帮它准备呢，这个就是针对漂发专用的药水。
那另外一个是我调配针对它受损发的状况的药水，因为每个人发质状况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我们会针对每个人的头发状况去调配他需要的药水，这样起来的效果光泽度才会是最好的。很多人在我们这边烫完头发会觉得发质变好，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只是做头发的软化，而不是过多的破坏。接下来先帮他把头发药水上去，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做烫发。好，那我们现在药水已经上完了。那上完之后，我跟大家说过，我们软化测试一定会这种测试卷，然后你的卷芯呢就可以选那一种比较小一点的。我们在做测试卷的时候我们把上药水的地方拉一小束，大概在1公分左右的头发，那直接绕在这个测试卷，平绕上去，不要有太多的张力，然后不要有重叠，这就是上测试卷的技巧。然后转进去。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等时间。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区域上的药水的时间不一样，那我们要去判断它的软化速度到了没。烫头发最关键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剪发，剪裁的空间会呈现出你要的卷度跟造型的样子。第二个就软化，软化它是在改变我们头发的链腱，跟让它的可变性变高。第三个就是加热的温度，温度会决定头发烫完的保湿度以及毛躁度。你如果温度太高，或者是塑到太干，它很容易毛躁；你塑的不够干，它的卷度又没办法成型，所以温度是很重要的。以上3点是烫发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小技巧。那我们现在准备让它等软化时间，软化到之后我们就冲水起来上卷子了。好，那我们现在软化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开始上卷。一般烫发流程都是这样，只要是热烫，我们会先软化、上卷、加热、定型4个步骤。这4个步骤都完成，头发就可以烫完了。只是在这过程中会因应每个人的发质、发况跟需求不同而做调整，不然流程都是一样的。好，那一般烫发，我们先把头发分左右跟后面，总共4个区域，4个区域划分出来，我们再来做上卷的动作。左右跟后面的区域都完成了。我这一次使用的卷芯是这种长形卷，我使用的卷号是22号跟24号，22号在下摆，20号在顶部。像他的头发是一般发，不算粗硬也不算细软，所以一般发的话，我们要什么样的型就用什么样的卷号就好了。那如果你是细软发，我就会缩小；细软发的话就要缩小1到2号。那如果你是粗硬发，我就会放大1到2号，以这个概念去做推论。好，那我们先帮它做一个底层反卷的动作。我刚刚涂的这个是我调配的蛋白质，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在烫发加热的时候做一个链腱修补，它可以让头发的一个链腱维护度比较好，而且不会烫起来太干涩。然后我们用2张冷烫纸夹着之后呢，卷子直接放进来，往上卷，然后卷度吃进去之后往下拉一下，头发的张力是往下的并没有抬高，这样它烫起来的卷度才不会蓬在后脑勺的位置。卷完之后，我们再拿出这种隔热棉，做隔离的动作，让它等一下加热的时候不要过烫。好，这样一卷就完成了。那我们接下来完成这一卷，特写给大家看。头发它保留了一点点湿度，然后先涂上蛋白质。因为头发是蛋白质所组成的所以你在烫发或者是在染发的过程中一定要一直去补充，这样烫染完起来发质才会是最好的。我们追求的呢，就是它烫染完发型有改变，发质没有改变，这是我们最后希望的。所以我们在烫染的过程会一直补充护发。来，反卷由下拉紧，往上卷，卷到我们要的位置之后，拿出隔热棉套着，然后上橡皮筋做固定，这样卷子就完成了。好，放下位置是平均的，这样就 OK 了。看一下，它放下两边的长度是均等的。接下来呢，我们用这技巧把下半区全部做出来。做出来之后，我再教上部区的技巧方式。好，那我们现在下摆的卷外翻卷已经都完成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是没有任何角度的都是低角度往上卷。那主要制造呢，就是它下摆的一个往外翻。我在整理的时候，它不要是直的，让它有一点弯度的那种效果。因为它这种烫碗并不会真的是往外翘的，
它其实会有一点往后的弧度。那这样的弧度效果整体起来就非常的自然，它会有一个这样弧下来的感觉。那接下来我要教大家的是我们顶部区这边的直立卷。因为这边包含到等一下我们要矫正顶部区的发根嘛，所以这边呢我们要先做直立分线，那直接平卷进去，这样就完成了。我示范一卷给大家看。那这边卷号我用的就是24号，比较大卷。那我们先把头发先梳顺，那样涂上保养品，然后我会往后梳平整。完成之后啊，拿出我们24号的卷子，直接卷进去，平卷进去 ，OK。好，那这样一卷就完成了。接下来啊，我们每一卷都以这个方式去做：直立梳平，涂上保养品，卷子直接卷进去。这样啊，我们就可以把上部区整个完成。完成后，我们做加热。那加热的话啊，我们的温度，因为它的头发比较受损嘛，我温度选择是70度到80度，然后各缩10分钟，中间会冷却5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就先上完卷，等一下加热起来，让大家看成型后的效果。Go。好，那我们现在处理的啊，已经都加热完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整个卷度啊会变得非常的 Q 弹。那一开始加热完会这么卷，不用担心，等下上完药水它就会变得很自然的。那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说的发根烫 3.0。那如果大家有追踪我 IG 的话，我 IG 上面有发布很多这样的小影片或教学，那大家可以去追踪我 IG。那我今天的主要就是在蓬度上，刘海这里去做一点蓬度的加强。那我们加强的时候，用这个去做发根的矫正，因为我们发根刚刚有软化嘛。那软化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再稍微做这样的矫正。我发现这样的立体度才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你看哦，这样矫正完，等一下我们再做定型，这样效果就好了。那如果想更了解这个啊，可以去我 IG 上看。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把头发整个矫正完之后，然后去上药水固定。药水固定完成，我们等一下整理给大家看它成型的效果。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烫完了，也帮它做了一个护发。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成型的卷度是这种效果。它整体的波纹的纹理啊，都是在中下摆，有没有发现？然后它下面内层的头发呢，就呈现出有一点外翘的感觉，很可爱。而且这种造型啊，其实是因为你如果头发很多，但是你想留长，或者你喜欢这个长度，但是它又容易翘，它这个型啊，它就会有一点这种翘力的感觉。内层的效果，你会发现它的头发就呈现出一个外弧度这样的效果，不会让这边看起来很蓬，反而会让脸看起来是比较显瘦的。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帮它擦上我们平常在擦烫发的卷发露，擦完之后直接吹干，你直接往后拨着吹干就可以了，这个造型就可以完成了。然后一般来说啊，造型乳在抹的时候啊，我们会按压大概2下左右。然后为什么我会用造型乳？是因为我喜欢那种吹干完不太会有那种黏腻的，我喜欢那种很松很慵懒的效果，所以我选的都是造型乳。我比较少用慕斯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喜欢硬硬的，我喜欢它很松很软很自然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没有擦任何东西一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帮它烫刘海的时候啊，因为刚刚我们去做调整，所以它刘海现在变得非常的立体，非常的蓬哦，它刘海是非常蓬的。等一下吹干后啊，再给大家看整个的效果。那我们就准备吹干。好了，来看一下它这个造型啊，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只是单纯的吹干而已。从侧面看，它的卷度啊，它是这种外翻卷的效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清楚？它起来，它这种很像电棒这样做出来的那种造型。那内层呢？它内层就是像这样一个外翘的 C 字外翘。这单纯我刚刚只是手绕吹干，没有做任何吹整。然后它整体的组合起来的效果，你会看到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S， 内层是一个外翘的效果。这样啊，它就会制造出这种很慵懒的这种卷发的效果，而且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说的造型烫。那造型烫最棒的效果就是你不用每天夹电棒，你只要吹干，就是这样，还 OK 吗？你拨拨看，
还习惯吗这造型？嗯，跟你想的差不多。嗯，对啊，很日系呢。对呀、这其实就是我平常会夹的，你平常就这样夹，对不对这？样我就不用夹。你就不用再夹了。然后刘海的话，我是烫个蓬度，然后一个弯度的细节，没有到卷，因为我觉得你刘海烫到卷的话会太老气，对吧？这样看起来应该不会很老气吧？就是像你平常会夹的造型。对，好款呢。好啦，那我们今天烫发成功。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烫发教学。如果对今天影片内容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一回复给大家。如果没办法回复的，我再拍影片给你分享。之后这边附上 IGFB，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私讯或预约。那我们这影片到这边结束，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